相信很多喜欢电影的朋友或多或少都听过蒙太奇这个词，听起来真的很高深，但实际上它可以是这样，也可以是这样，还可以是这样。它是能让观众流泪、大笑、震撼，亦或是惊恐的幕后推手。那作为电影魔术师，他究竟是怎么样玩转电影时空来操控观众情绪的？这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蒙太奇的世界。蒙太奇 （montage） 借用自法国建筑学，原意是组合、构成。那按照建筑师的蓝图，一块一块砖瓦堆砌成了摩天大楼，发生了从量到质的变化。那借用到影视领域，它意思其实也大差不差。不同的镜头组合拼接，使画面产生了单独存在时所不具有的新的含义。比如在这样一个画面后面加上一排崭新的 red， 那你肯定会联想到我的暗自欣喜。那同样的镜头，如果在后面加上这样的画面，那我多半就准备。但如果后面再加上这样一个画面，那我想意思你也都明白了，你可以打在弹幕上，这就是蒙太奇。那这只是基本的使用，不仅如此，蒙太奇其实还有更强大的重构时空的功能。那在重组时间方面，《飞屋环游记》里面一对爱人的一生被浓缩成短短的几分钟，就变成了一个催人泪下的片段，这个我印象很深。那更经典的要属于《太空漫游2001》，库布里克仅仅通过2个镜头就展现出了人类长达1000年的进化历程，非常厉害。蒙太奇也可以延长时间，影视片里面常见的拆弹镜头，本来1秒钟就拆完了，为了营造紧张感，往往可以拉长到1分钟甚至更久。Come on. Please. Okay, let's go on. What? 那以上是重构时间，在重构空间方面，蒙太奇有着更为神奇的魔力。早期的影视作品并不像我们如今看到的这般如此充满蒙太奇巧思，多采用一镜到底的单镜头。从组接技巧、思维方式，那每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都少不了创作者、发明家还有理论家的努力。那当然，其中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。那对于蒙太奇这段历史，我们必须要先来了解几个名字：梅里爱、鲍特、格里菲斯，还有苏联蒙太奇学派。那在早期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里面，我们看到的影像往往是一个静止的单镜头，是一种缺乏蒙太奇的记录式影像，有点无聊。那1896年的一天，梅里爱在播放自己胶卷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：画面里面驾驶着的马车突然变成了灵车。那原来是因为拍马车的过程中，设备出现了故障。当他停机排除故障后重新开机的时候，一辆拖着棺材的灵车碰巧从摄影机前面经过。这次意外打破了电影一镜到底的规律，电影开始拥有了分解和组合的特征。但梅里爱仍然拘泥于舞台式的电影时空，摄影机一动不动地固定在舞台空间前面，以同一种方式向人们展示整个事件的发生。直到1903年，一个叫做鲍特的导演，在一个美国消防员的生活这部影片里面，革命性的把不同时空的镜头剪辑到了一起，一边是消防员救火，一边是屋内着急等待施救的人。从此，电影的叙事时空具有了更加自由灵活的属性。那真正使电影摆脱戏剧美学束缚的人，还是要数美国导演大卫·格里菲斯，大名鼎鼎。在《党同伐异》中，格里菲斯史无前例地把4个不同世纪、不同地域的故事在电影中交替叙述，最终汇合于共同的主题。那不仅如此，他还开创了经典的最后1分钟营救的叙事模式。青年被误认为是杀人凶手，被处绞刑，他的爱人发现了真凶，急忙赶往绞刑场。为了营造紧张的气氛，格里菲斯不断把镜头在刑场外和刑场内来回的剪辑，镜头速度越来越快，气氛也越来越紧张。最终赦免令在最后1分钟赶在执行前送到。这种经典的叙事模式直到今天也在被延续使用。但直到苏联蒙太奇学派的出现，蒙太奇才被总结和规范化的阐述，提升到电影美学理论的高度。那相比之前以叙事为主的蒙太奇，苏联蒙太奇学派更强调画面和画面碰撞出新的含义。艾森斯坦执导的《战舰波江金号》堪称苏联蒙太奇学派的纲鼎之作。片中最为经典的敖德萨阶梯段落，向观众展示了沙俄军队的残暴，还有民众的无辜和恐慌。在这大约7分钟的片段中，共出现了155个镜头，平均每分钟22个镜头，反复在屠杀者和被屠杀者之间切换，让观众体验到了超强的压迫感。
但关于蒙太奇的分类众说纷纭，其实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真正统一的说法。根据表现形式，蒙太奇可以大致分为以下3类：叙事、理性还有表现。那前一类叙事蒙太奇是叙事手段，以交代情节、展示事件为主旨；后2类表现蒙太奇和理性蒙太奇主要用于表意，在它们的下面又有很多小的分支，真的很多。那蒙太奇的系统如果逐一列举的话，实在是复杂而又庞大，所以我们挑选出了影视作品里面经常会使用的几类：连续、交叉、对比重复和隐喻。希望会对你的创作有一些帮助。那连续蒙太奇它是一种简单而又直接的表现形式，它会沿着一条单一的情节线索，按照事件的逻辑顺序，有节奏的连续叙事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它乏味、平平无奇，那你也许可以试一试交叉蒙太奇。交叉蒙太奇又称交替蒙太奇，它将同一时间不同地方发生的2条或者数条情节线，迅速而频繁的交替剪接在一起。那其中一条的线索发展往往影响着另一条线索，各条线索相互依存，最后汇合在一起。那比如电影《逃离德黑兰》里面，结尾人质即将成功出逃的片段，不断在激进分子和人质之间来回切换，给人紧张的手里面都要出汗了。那再说说对比蒙太奇，它主要通过镜头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强烈对比，来传达出创作者的寓意。那比如《寄生虫》里面的朴太太在挑选新衣服的时候，金基宇一家却在烂衣堆里面捡衣服，这2个镜头就能看出不同阶级之间的处境和差异。那随着有声时期的到来，其实还增加了声音和画面的对比，比如这一段就很巧妙。Somebody's been a bad lizard. 但是如果你还想试试更含蓄的表达，你可以试一试隐喻蒙太奇。隐喻蒙太奇就像修辞中的比喻手法一样，通过画面的连接，把不同形象并列组合，使画面的内容表达会更加含蓄一些。那比如西北偏北这个经典作品里面的这个画面，就还挺含蓄的，对吧？反正我不太懂，你可以告诉我。那如果你想在短时间内快速抓住观众的眼球，你还可以试一试重复蒙太奇。它也被经常使用在广告里，那具有一定含义的镜头在关键时刻反复出现，可以达到刻画人物、深化主题的目的。那更宽泛的来说，选择不同的景别、画幅还有音乐，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。那其实客观来说，从你按下快门的那个瞬间，蒙太奇就已经开始了。那看完了这个视频，如果你对蒙太奇的原理有了一些了解，希望你可以把它运用起来，为自己的影片加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投币、转发，给我们一个大大的关注，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等等，先别走，来看看我们的新衣服吧。